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当你老了走不动了，只剩下这事要做，其他的都是浮云，越早知道对你越好。人老了，子女不在身边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，根本无暇陪在老人的身边，时时刻刻的照顾老人。另外，自己的另一半也会有撒手人寰的一天，也就是说，人老了，注定要一个人独自度过一段人生的旅程，谁都不例外。如果不好好的未雨绸缪，不趁着能做得动的时候留这些退路，注定会晚景凄凉。而如果能够尽早的行动起来，做好准备，留下后路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安然无恙的度过了自己满意的一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的故事，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和启示。第一，努力的守住自己的健康，老了才不丢失做人的尊严。久病床前立孝子，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少，人老了卧床了，身边没有孝顺的子女伺候，那种滋味活着比死了更难受。根据苏先生的自述，他的姑姑45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脑血栓疾病，卧床15年，终在60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。临去世的时候不仅叹息，可活够了。话说姑姑家6口人，生活贫困，姑姑是农村人，没有城市户口，也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。为了抚养子女，照顾家里，全家人靠姑父一个人的工资过生活。在别人看来，姑姑没有什么家庭地位，生活中一定很自卑。而事实则不然，姑姑在家说一不二。姑父虽然赚钱养家，家里的大小事都还是姑姑说了算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姑姑多次的对我们说，能嫁给姑父值了。于是姑姑全心全意的为了子女，为了这个家，辛苦付出了自己的一切。也许是老天爷跟姑姑开玩笑吧，也许也是姑姑劳累过度。在姑姑45岁的时候患了脑血栓疾病，半身不遂卧床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姑父和子女耐心地照料她，可是过了4、5年后，无论是姑父还是子女，对姑姑的态度大变。姑父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的不回家，害得姑姑经常饿肚子，没有人给她做饭吃。子女也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母亲，总是觉得母亲卧床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同事和朋友想到家里做客，被子女们一一的拒绝。这时的姑姑觉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，活着就是受罪，多次的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可是生命只有一次，谁能真的舍得丢弃呢？于是姑姑在没人的时候拼命的做康复锻炼，慢慢的能下地走路了。但是虽然不卧床了，也是废人一个，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。有时觉得命运对每个人不一定是公平的，姑姑拼命的生活，但是临到去世仍然活得没有尊严，非常的卑微。第二，就是搞好邻里关系，在关键时刻才能够第一时间挽救自己的生命。人老了，往往交朋友少了，遇到事情都是子女帮着解决。可是子女不能时时的在老人的身边，老人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特别的多。假如突发疾病会非常的危险，那么假如有个好的邻居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就能够第一时间的为你拨打救护车，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，从而转危为安。72岁的独居老人李先生突发哮喘病，情急之下，老人用拐杖不断的敲打墙壁，向邻居发出了求救信号。细心的邻居听到后察觉有异常，果断施救送医，使老人转危为安。原来昨日凌晨2点的时候，李先生准备起床小解时，突然感到气急头晕，知道好几年没犯的哮喘病发了，连忙找药，可半天没有找到。
他不敢乱动，情急之下摸起手边的拐杖，敲打起墙壁来求助。要不是被邻居及时的发现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说起凌晨突发哮喘后被邻居救喊的那一幕，72岁的独居老人李先生一脸的感激。我当时正在上厕所，突然听见哒哒的响声，家住隔壁的梁先生说，仔细一听，这是敲打墙壁的声音，时断时续地从邻居李先生家里传出来。知道他有哮喘病史的梁先生立马的警觉起来，老人独居在家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他连忙出门敲打李先生的房门，不停地喊他的名字，可屋里却没有一点的动静。梁先生又叫醒邻居郑师傅，两人决定设法入内查看。李先生住2楼，阳台没有封闭，郑师傅和李先生的两家的阳台是挨在一起的。他找来了扳手，将自扎阳台上的铁护栏撬开了一个口子，迅速地从此翻了过去，打开窗户玻璃，爬进李先生的屋里。果然见他痛苦地躺在地上，他马上报警，并喊来邻居梁先生进行简单的救护。不一会儿，救护车就赶到了现场。据主治医生介绍，李老先生送医院时已经发生了呼吸困难，幸好救治及时，现已转危为安。有句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有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子女的距离你很远，即使是你需要他们来帮忙，也不一定能够帮到。而这种时候，你真正能够依靠的，也许就是你的邻居。人老了，往往都忽略了与邻里的关系，尤其是家住在城市的老人，经常是就连住在对面的邻居从来都不联系。试问老人如果出事了，身边没有人该怎么办？只要我们和邻居的关系搞好了，晚年的生活也会幸福很多。第三，手里要有钱，手里没钱，晚年将寸步难行。钱买不回生命，买不回岁月，但是却能够买到健康，延长自己的寿命。人老了，如果没有钱看病的话，环境会很凄凉。往往很多老年人能做得动的时候，一心为子女该花的钱，不该花的钱都花了，没有给自己留太多的棺材本钱，把自己的晚年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的身上，结果被现实打脸了，遇到了不孝子孙，晚年悲催。傅先生讲述，每到半夜的12点，就有一个老人一瘸一拐的捡垃圾，很是艰难。孩子经常跟他抱怨，晚上为此受干扰，睡不着觉。我们都知道，捡垃圾根本卖不了几个钱，老人如果有办法，就不会靠捡垃圾来谋生了。我的孩子高考结束了，有很多不用的书本在家里占地方，我就打算送给这个老人，让他多卖几个钱。这一天天气很热，睡不着觉的我望着窗外，看到那个老人又来捡垃圾了。我用方便袋装着一摞厚厚的书本，来到老人捡垃圾的地方，亲手交给了老人，并且与老人攀谈起来。老人告诉我说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现在都不给他养老，自己手里一点钱都没有，一天不捡垃圾，明天就吃不上饭。子女都不孝顺吗？我听了老人的话很诧异。老人说，女儿是孝顺的，总是偷偷的送钱给我，但是儿子总是缺钱找我要钱花，我心疼儿子，就把工资卡和女儿给我的钱都给了儿子了。女儿了解了真相，说我重男轻女，对儿子偏心，再也不管我了。那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存钱吗？我不解地问。老人说，没用的，老伴患癌症，花光了家里绝大部分的积蓄，后来孙子出生了，儿子一家人生活负担重，我都接济他们了。听了老人的话，真是气愤，老人对儿子这么好，老了竟然不孝顺。第四，守住自己的房子，才不至于无家可归。接下来老人又说，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风餐露宿的，大冬天的经常睡大街。当初因为拿不出钱给儿子了，儿子儿媳就盯上我住的房子，他们说孙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
要换学区房，花言巧语地骗我过继房子给他们，说是让我去他家养老。结果他们得手后，声称亲家母要给他们带孩子，家里房子住不开，就这样把我撵了出来。唉，真是心疼这位老人啊！当我把书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禁不住流下了行行的热泪。资助儿女要量力而行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儿女工作后甚至成家以后，还源源不断地向父母要钱，买房、买车、装修、旅游都是伸手要钱的理由。如果子女确实遇到了困难，帮一把确实无可厚非，但一定要控制好数额，不可盲目地把大笔钱财送给他们。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有良心，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懂得感恩。作为老人，要有防备心，没有防备之心的老实人和过分看重感情的感性之人是守不住钱财的。人老了，心不能太软，一定要有底线，守住自己的老本，老屋是你养老的底气。还有就是要维护好与邻居的干系，守护住自己的健康。到了老年，你已经为了理想，为了家人奋斗了半辈子，在接下来的20-30年里面，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这样才能够活得最美，活得开心，过得潇洒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